你是否曾经思考过，为什么有些人一生贫穷，而另一些人却能积累巨额财富？这不仅仅是机遇和运气的问题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的差异。俗话说，富人思来年，穷人顾眼前。这句话不仅揭示了财富积累的秘密，还暗示了许多人难以摆脱贫困的根本原因。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们将通过几个真实的故事，深入探讨那些阻碍人们翻身致富的穷人思想钢印，揭示思维模式如何影响个人的经济命运。一、扶贫干部的故事。多年前，一位扶贫干部为了彻底改变贫困户的生活，决定无偿赠送他20头猪，并且连喂猪的饲料都一并送来了。起初，大家对这项扶贫措施充满了希望。然而，几个月后，当扶贫干部回访时，他们震惊地发现那些猪骨瘦如柴。为什么猪这么瘦？扶贫干部问。喂过了呀，贫困户无精打采地回答，但躺着更舒服，懒得多喂几次。这个回答让扶贫干部感到难以置信。原来饲料并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贫困户的态度。扶贫干部随后了解到，另一位贫困户更是把政府送来的鸡苗转手卖掉，换来的钱全部用来喝酒打牌。钱花光后，他们继续等待社会救助。这两个故事揭示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实：一些贫困户并非没有机会摆脱贫困，而是他们的思维模式限制了他们的行动。这些现象让我想起了一个词：穷人的思想钢印。这种思想钢印深深地刻在他们的意识中，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和格局。如果不打破这种思想束缚，他们或许一辈子都无法翻身。二、过度节省的代价。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聊起他的同事，这位同事是一位极其节省的人，他的三餐总是极其简单朴素，经常是馒头配咸菜。对他来说，食物的最大价值就是填饱肚子。家里的洗菜水和洗碗水都要留着冲厕所，上厕所的卷纸也只能用2格。每周他都会花1个多小时坐公交去批发市场存1周的食材，为了1毛钱能和卖菜的砍价半天。他常说，1毛钱也是钱，积少成多。当同事组织聚餐时，他总是婉拒。在他的世界里，任何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开销都没必要。因此，渐渐的，所有人都疏远了他。他的生活哲学是省钱就是赚钱。然而，他忽视了自己错失掉的时间和机会成本。他甚至会在公司的休息时间去附近的菜市场挑选便宜的蔬菜水果，而不是利用这段时间提升自己的技能或扩展人脉。他认为这样做能省下一些钱，但实际情况是，他浪费了可以用来学习和发展的宝贵时间。由于他的节省习惯，他的社交圈子越来越小，朋友们逐渐对他的行为感到不满和疏远，同事们也开始对他敬而远之，认为他过于吝啬，不值得深交。这种情况不仅让他失去了宝贵的人脉资源，也错过了许多可能带来职业发展机会的社交活动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的同事们一个接一个跳槽或是升职，而他一直停滞不前。不是公司不想栽培他，而是他的精力都在算计小钱上，工作能力没有任何提升。因为抠门，他还被公司边缘化。前段时间裁员时，他第一个被裁了。他的经历让我想起了稻盛和夫的一句话：富人赚，穷人省。意思是，富人通过赚钱来增长财富，而穷人认为只要多省一点，就能有更多的钱。然而，最后你会发现，为了省那一点点钱，牺牲掉了健康、时间，失去了眼界、人脉和生活质量，最终得不偿失。巴菲特也曾说，一旦你有了省钱的脑子，就不会有精力培养一个挣钱的脑袋。那些脑中只想着节衣缩食的人，往往越活越畏缩；目光只盯着蝇头小利的人，往往越活越贫穷。省钱永远有上限，而会花钱的人才会越赚越多。3、迷信吃苦的误区。前几天我买家具时和送货师傅闲聊起来。这位师傅是一位50多岁的中年人，腰也弯了，双手布满老茧。通过聊天得知，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，晚上11点才回家。为了多赚一点钱，他每天要干很多活。除了送家具外，他还会给别人做装修，
搬家都是最基础的拆墙、清废料、搬运工作，卖的都是体力。身旁的人一提起他，都很钦佩地说他特别能吃苦。但大叔自嘲地笑了笑，做了一辈子体力活，累死了，但钱也没赚到，听起来十分心酸。这一辈子体力出完了，浑身都是病，可生活也没任何起色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辛苦工作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回报，反而让他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他每天都要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却始终无法实现经济上的改善。这种状况不仅让他感到疲惫不堪，也让他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无助。不知为何，我想起了村上春树的一段对话：世人都在辛辛苦苦地努力工作呀，那不叫努力，只是劳动而已。我们中有太多人每天像个陀螺不停地运转，觉得只要通过努力就能改变命运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。作家周佐罗写过一句话：人永远不要赚太辛苦的钱。这里的辛苦钱指的是那些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体力，重复且长时间忙碌但低质量的工作。许多人为了生计赚的都是这种辛苦钱，但最终好像陷入了死循环，越忙越穷，越穷越忙。那时我才明白一句话：如果单纯吃苦有用，那么如今的首富只会是一头拉磨的驴。一个人就算再能吃苦，也只能忙24个小时，辛苦钱永远有上限。那些能赚到大钱的人，一定不是只会埋头苦干。我们应该有长远的职业规划，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投资自己上，学习新的知识，提升自己的技能，慢慢从谁都能做的低层工作中脱身出来，进入更高层次的领域。这样我们的努力辛苦才能值更多的钱。4. 短视行为的影响。一位乡村教师曾经说过这样一个故事：多年之前，他有个学生高一时退学了，他的成绩不错，有希望考上不错的大学，老师觉得太可惜，就去家里劝说，但他的父母异常坚定。原来不是那女孩不想读书，而是他的父母觉得读书无用，想让他跟着村上的邻居外出打工。他的父亲说，读完大学至少还要6年，还要花6年的钱，还不知道有没有用，有这时间不如去多赚几年钱。他的母亲也说，上大学有什么用，村里有人去打工的，现在每个月比大学生赚得多。最后这个女孩拗不过父母的意愿，退学去了南方的工厂。今年她回家过年，问及现在情况，她坦言，如果可以再选一次，当初一定继续读书。她在工厂已经5、6年，每天关在不见天日的车间里，做的都是重复性的辛苦活。想要向上走，但没有学历，工作换来换去，也就只能在各个工厂打转。随着科技发展，他们公司正在计划做黑灯工厂，全机器操作的无人工厂，可以24小时不停生产。一个上千平的车间，只需一个维护机器的工程师，连灯都不用开。以前他爸总对他说，学门手艺永远不会饿死。但现在面对取代他的机器人，他被打得手足无措。听下来这实心酸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富人思来年，穷人顾眼前。生活在底层的人们，因为生活的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，很容易被短期的利益所吸引。他们更关注那些能够立即带来收益的选择，而忽视了长远的规划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性。这种短视的思维模式会让人把路越走越窄。每个人都该不断提高自己的带宽，一直学习，获取新的知识，开阔视野，放宽眼界，建立起长远的规划和目标，不被眼前的小利所诱。要学着驾驭生活，而不是被生活所绑架。5. 自我设限的危害。你是否听过这样一个跳蚤实验？科学家将跳蚤放进一个杯子中，它很容易就跳了出来。然而，当科学家给杯子加上盖子后，跳蚤每次跳起都会撞到盖子，久而久之，它跳得越来越矮。后来，即使科学家把盖子拿掉，跳蚤也再也跳不出来了。这个实验揭示了自我设限的概念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人就像这些跳蚤一样，
因早期的失败和挫折而设定了心理上的盖子，让自己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。结果，他们的潜力被限制住了，无法实现更大的突破。例如，我的一位朋友小李，他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每次遇到新的挑战，他总会对自己说：“我不行，这个太难了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逐渐失去了自信，不再愿意尝试新的事情。结果，他的职业生涯停滞不前，错失了许多提升自我的机会。自我设限不仅影响个人的发展，还会影响周围的人。小李的消极态度逐渐影响到他的同事和家人，大家也开始对未来感到迷茫和不安。这样的连锁反应，最终导致了整个团队的士气低落。要打破自我设限，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的潜力。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性，只要你愿意尝试和突破。其次，要建立自信。每一次的成功，无论多么微小，都是对自信心的极大鼓励。最后，要持续学习和成长，通过不断地获取新知识和技能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视野。6. 思维固化的影响。在网上，有人提问：穷人最缺什么？一个高赞回答是：穷人缺什么？表面缺资金，本质缺野心，脑子缺观念，骨子缺勇气，改变缺行动。这个回答揭示了思维固化对个人发展的深远影响。思维固化让人看不见世界的发展和新的机会，听不到外界的声音和建议，想不到生活的可能性。它使得人们的人生选项越来越少，局限于所谓的舒适圈里，止步不前。正如那位高赞回答所言，真正可怕的不是缺乏资源，而是思维的固化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认识的一位老同事，他从年轻时就在一家公司工作，几十年来，他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几乎没有变化。他总是坚信稳定就是幸福，拒绝任何变化和挑战。结果，当公司需要转型和引进新技术时，他因为无法适应而被迫提前退休。思维固化不仅影响个人，也会阻碍社会的进步。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，而思维固化则是创新的最大敌人。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人都拒绝改变和创新，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停滞不前，甚至倒退。要打破思维固化，需要不断地接受新事物，保持开放的心态。无论年龄多大，都要有学习的热情和勇气。要勇于尝试新方法、新理念，积极接受挑战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，抓住更多的机会，实现更大的发展。7. 投资自己的重要性。我有一位朋友小张，他从小家境贫困，但他从不放弃学习的机会。无论工作多么繁忙，他总是抽出时间来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。通过不断的努力和积累，他最终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，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家大型企业，逐步升职加薪，实现了人生的逆袭。小张的成功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他不断投资自己的结果。他通过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，最终抓住了机会，实现了自己的目标。学习和成长不仅能够提升个人的能力，还能开拓视野，增强自信。每当我们学到新的知识或掌握新的技能，都会感到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。这种积极的情绪会激励我们继续努力，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。投资自己是最重要的投资，因为它会带来最大的回报。通过学习和技能的提升，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实现更大的成功。无论在哪个阶段，持续学习都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。尤其是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中，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，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各种变化和挑战，抓住更多的机会，实现自我突破。学习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工作需求，更是为了未来的发展。通过不断积累知识和技能，我们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，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8. 驾驭生活的方法。驾驭生活需要具体的方法和策略。首先，要设定明确的目标。一个清晰的目标不仅能指引我们的方向，还能帮助我们集中精力，避免在无关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和精力。设定目标时，可以将其分为短期、中期和长期目标。例如，
短期目标可以是每天或每周要完成的任务，中期目标可以是每月或每季度要实现的事项，长期目标则是几年内要达成的成就。这样的分阶段目标能够让我们在实现每一个小目标的过程中，逐步积累成就感，最终实现宏伟的目标。其次，要制定合理的计划。一个好的计划不仅要包含长期目标，还需要有具体的短期任务。通过逐步完成这些任务，我们可以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目标。例如，如果你的长期目标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，你可以制定一个写作计划，每天写作500字，每个月完成一篇短篇故事，并在1年内完成一本小说。这样的计划不仅明确了每天的任务，也为最终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行的路径。时间管理是驾驭生活的关键之一。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，如何有效利用时间是实现目标的关键。我们可以通过制定每日计划，优先处理重要任务，来提高工作效率，减少时间浪费。每日计划可以列出要完成的任务清单，并为每项任务设定具体的时间段，优先处理那些对实现目标最重要的任务，确保每天都有实质性的进展。学会利用碎片时间也是提升效率的重要方法，比如在等车或排队时可以阅读书籍，学习新知识。在制定计划和管理时间的过程中，保持灵活性同样重要。生活中难免会遇到突发情况，计划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要学会在变化中寻找机会，适时调整自己的策略，确保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。灵活应对挑战，不仅能提高我们的适应能力，也能增强我们面对不确定性的信心。保持积极的心态是驾驭生活的核心。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挑战和困难，保持积极的心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积极的心态不仅能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冷静，还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遇到挫折时，不要气馁，把困难看作成长的机会，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一切障碍。在保持积极心态的同时，还要学会自我激励，设立小的奖励机制，例如完成某项任务后给自己一些小小的奖励，可以激励自己不断前进。同时，及时反思和总结也是保持积极心态的重要方法。每完成一个阶段的目标，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表现，找出可以改进的地方，制定下一步的计划。为了全面提升驾驭生活的能力，还要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。充足的睡眠、合理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，都是保持身体健康和精力充沛的基础。身体是实现目标的重要保障，只有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，才能有充足的精力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最后，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和网络，也是驾驭生活的重要方面。无论是家庭、朋友还是同事，良好的人际关系都能为我们提供支持和帮助。在工作中，与同事建立合作关系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达成共同的目标。在生活中，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，可以帮助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保持积极的心态，找到解决问题的力量。总的来说，驾驭生活是一项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的技能。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，制定合理的计划，学会时间管理，保持积极的心态，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，以及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我们可以更好地驾驭自己的生活，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通过以上的探讨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思维模式对个人的经济命运有着深远的影响。打破思想钢印，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贫困，实现财富的积累，还能带来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。未来的发展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和改变，让我们一起迎接新的机遇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愿你我都能找到驾驭生活的钥匙，过上更加充实和幸福的生活。静下心来，潜心苦学，冷静地观察世事的变化，唯如此，才能高瞻远瞩，明察秋毫。宁静而致远，人生道路还有很长，我们要做生活的主宰者，而不是让生活主宰我们。与大家分享驾驭生活的30个细节，做最精彩的自己。1、驾驭生活，保持你的度量，赢得要精彩，输的也要精彩。2、超然洒脱面对人生。
想得开没有精神负担，放得下没有心理压力，淡泊为怀，知足常乐。3为人做事低调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能做到最好。4心中波涛汹涌，面静如止水，做好情绪管理，实在怒火冲天时走开，让自己先冷静下来。5凡事从大的方向看，事情向别人看齐，但保留好自己的精彩。6永远做一个有准备的人，不打无准备之仗，凡事三思而后行，知道有些事是欲速则不达。7保留你心中的爱心，冷漠只有对敌人，人情有价亦无价。8记住永远保持平和的心态，记得常微笑，对别人的认可和赞同报以感激。9时刻记得礼节礼貌，记得对别人劳动多说声谢谢。10早晨和每一位同事打招呼，有自信，对别人报以微笑。11支持同事的工作，对同事的帮助报以感激。12对事情负责任，做就做好，要么就不做。如果说一件事你认为做不好，那就不值得去做。13独立有思想，善良有味道，保持一颗善良的心。14永远记得双赢是目的，如果做不了，宁可有点小损失。15不以善小而不为，不以恶小而为之。16看书阅报，及时了解时事信息。17多用电脑去寻找信息资源。18留属于自己时间读书、看报、休息、娱乐、生活规律。19注重结果，更注重过程，重视劳动的效率、质量及量化评估和考核。20独立思考，宁静致远，和谐为道，欲达则达。21尊重自己工作，坚持职业操守。22与人为善，要么与人为斗，其乐无穷。23团结你的同事、朋友、亲人，尤其要团结与你意见不同的人。24君子之交淡如水。25如果没什么话可说时，做好的听众，听比说更受欢迎。26鼓励别人，会夸奖别人，学会赏识，支持别人有提出的好建议、好的想法。27靠贬低别人提高自己的身份，其结果就暴露自己的无知与贫乏。28在非原则问题上不去计较，在细小问题上不去纠缠，对不便回答的问题佯作不懂，对危害自身的问题假装不知，以聪明的糊涂舒缓压力。29沉着冷静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，有助于舒缓紧张压力。30有信心，自信是成功的一半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